1000对100万。道生，今天我才意识到秦羽的那番话，不是2000讨要守不住了，是整个苍元界要守不住了。更强，我要变得更强才行。我要一当100万。从前听秦武尊者说苍元界岌岌可危，意气风发的孟川只当是长辈们的危言耸听，直到他亲自踏足人妖两族交战的最前线，才真切意识到局势远比传闻中更加严峻残酷。海面上妖王缠斗的同时，城内防线已然被小妖撕开缺口，满城百姓命悬一线。绝境之中，平日里吊儿郎当的赵二狗站了出来，他修为远未到神尊之境，对大月龙脉之力的运用却已炉火纯青。只见他以铁锹为笔，在地上划出一道金线，将龙脉之力尽数注入其中。这道线宛如传说中护住唐僧的金箍圈，把所有来不及撤离的百姓牢牢护在圈内。面对蜂拥而至的妖族，他果断祭出防护大阵，金色结界拔地而起，不仅将绝大多数妖物阻挡在外，就连巨妖的远程轰击都无法撼动分毫。仅凭一己之力，赵二狗硬生生从妖族口中抢下了南阳港残存的生机，成了满城百姓的救命恩人。守护从来不是神尊的专利，周无神尊坐拥力量却临阵脱逃，赵二狗修为低微却以龙脉扛下，满城希望，两相对比格外讽刺。乱世之中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顶尖强者的高光，而是普通人拼尽全力的挺身而出。与此同时，被拖入水下的燕静正与另一只三重天妖王雨罗展开死战。身为攻杀第一的剑宗传人，燕静将剑意化形的精髓发挥到极致，一击便将对手斩于剑下。岸上的孟川也在天尊像的配合下，反手斩杀了此前牵制天尊的三重天妖王寒痴，两大妖王接连陨落。南阳港岌岌可危的战局终于暂时稳住。可喘息未定，北阳港方向便传来了求救信号，那里同样遭遇妖族突袭，也同样没有神尊坐镇。孟川当机立断，将南阳港的防线全盘托付给燕静，自己化作一道闪电，全速赶往北阳港驰援。燕静也确实不负所托，两仪剑意一开，硬生生将数万小妖拦在城外。有好兄弟镇守后方，孟川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奔赴下一处战场。真正的战场从来没有打完收工的喘息，一处平一处起，按下葫芦浮起瓢，才是前线最真实的常态。而孟川与燕静的默契，恰恰是少年人最珍贵的底气。抵达北阳港后，孟川再度杀入妖群，雷霆所过之处，妖物尽数伏诛，横扫千军之势锐不可当。这一幕被远处的四重天妖王黑水看在眼里。这头妖物早已伪装成人类模样，潜心修炼刀法，见孟川刀法造诣如此精湛，竟忍不住生出切磋之心。他当众提出赌约，二人不动用其他任何手段，只凭纯粹刀法一决胜负。若他输了，当场率领100万妖军退走。孟川心里清楚，这场赌局包藏祸心，妖族的承诺从来作不得数。可身后是无数手无寸铁的百姓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他也不得不应下这场赌斗。阿川，小心有诈，有9重之力，不怕这家会斩光，但后面的百姓死不起。那神尊大人怎么跳下去了？对面那个妖王也跳下去了，他们是要做什么？他们这是要阵前斗将。